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首先呢，感谢大家的不离不弃，在周末这样的时候还继续来支持新闻看点。最近呢，因为香港赤化事件，我们连续关注了几次香港的动态，同时呢，孟晚舟的案子也有了进展，我们也做了一些关注。新闻看点嘛，我们就是尽量的抓住每天发生的重点、热点、关注点。有的时候时间错过了，一般第二天也会补上。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本着严谨、严肃、客观、公正这样的态度，还原事件真相，解读背后的内容。但是这样做，中共很难受，因为还原事件真相、解读背后内容都是中共所掩盖的，而中共的渗透又非常严重，所以呢，新闻看点受打压非常严重。最近一段时间呢，又是接连的被黄标了，又没有了收入。昨天呢，我跟这个公认的是海外第一评论人文昭先生聊了几句，他也说自己被打压的情况很厉害。据他向我说呢，他所在的这个北美自媒体的群组当中都有这种反应。那新闻看点走到今天，离不开每一位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今年的正月开始，连续40-50天我们被黄标，没有1分钱收入，所以不得不拿出积蓄来生活。在那个阶段呢，有不少朋友向我们慷慨捐助，帮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这次牧羊仍然是拜托大家，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帮忙多转发一下我们的节目，这样可以为我们增加一些流量。那好，下面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连续几个周六，我们专门做了这个病毒有眼睛的板块，对联合国啊、一带一路、好莱坞、名校以及世界各国的疫情进行分析，最终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越亲共疫情越重，而反共的疫情就轻。不论是国家组织机构还是个人，都表现出了这样的共同特点。但是呢，仍然有网友觉得我们说的过于绝对，比如有的网友就说美国是最重的，美国也亲共吗？其实呢，我们在病毒有眼睛这个板块的第1期当中，首先谈的就是美国疫情重的背后。美国是早前养肥了中共，现在承受这个恶果。中国有句话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而美国不是这样，美国是前人种恶，后人遭殃。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说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第1期节目。我们今天呢要谈2个国家，澳大利亚和巴西。这2个国家都是被中共严重渗透的，特别是澳大利亚，红色渗透已经进入了联邦议会，对澳洲的控制那是超乎想象的严重。但是这2个国家的疫情情况却出现了相反的表现。这里呢还是需要提前说明一下，因为中共和伊朗是极不透明的，他们公布的数字呢一直都被外界严重质疑，所以我们说的情况是除去这2个国家的。那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大纪元实时统计的数字显示，巴西感染中共病毒的总人数是468388人，死亡是27944人，死亡率是5.97%。巴西的疫情情况已经成了全球第2高，仅次于美国。同一时间，大纪元录的澳大利亚感染中共病毒的总人数是7184人，死亡是103人，死亡率仅有1.43%。它的疫情情况排在是全球第60位。有人可能会问了，既然你说病毒有眼睛，亲共疫情重，那为什么中共是严重渗透的这2个国家却一个重一个轻呢？我们现在就把这2个国家分头来说，先说中共对这2个国家的渗透，然后呢再说这2个国家在疫情爆发之后不同的做法。拉丁美洲在地缘上是靠近美国的，这是美国的后院，历史上一直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前苏联解体之后，中共就盯上了这块大陆。中共呢是打着南南合作等等这样的旗号，从经贸、军事、外交还有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渗透拉丁美洲。大家知道，拉丁美洲有不少国家是持反美立场的，比如委内瑞拉、古巴、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等，这些国家都是反美的。中共就是看到了这一点，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跨洋过海，把省伸到了这个拉丁美洲，挑拨这些持反美立场的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助长他们反美倾向。《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当中指出，中共这么做，一方面可以削弱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优势，另一方面呢，可以便于他自由进出美国的后院，扶持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中共这么做啊，它是有长期目的的，就是为了要与美国抗衡，
来实施它称霸全球的野心做一些准备。其实中共对拉美的渗透和影响力早就超出了当年的苏联，它通过外贸和投资不断地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有一份报告指出，2000年中共对拉美的贸易只有120亿美金，2013年飙升到了2600亿，增长了20多倍。中共承诺到2025年将向拉美提供25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双边贸易将要达到5000亿美元。拉丁美洲，这是目前中国投资的第2大目的地，仅次于亚洲。巴西呢是拉丁美洲第1大经济体，自然是中共重点入侵的对象。在多年的经贸往来当中，中共已经成了这个南美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国，成了第1大出口市场。巴西有2亿1500万人口，它的国土面积呢是世界第5，有着丰厚的自然资源，还有充足的劳动力，这是中共瞄准巴西的主要原因。所以让巴西成了中共主导的金砖5国的成员。巴西呢严重依赖着原材料出口来发展它的经济，这恰好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这个努力是吻合的。而且巴西倾向于从大陆购买成品。埃信华脉数据显示，电信和电气设备这是巴西最大的进口领域之一。自由撰稿人理查德·拉普曾在文章中引述现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警告，巴西的镍矿占据世界的85%以上，但是中共对巴西的镍矿控制度过高。如果这些镍矿得到适当的利用，巴西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共对巴西的控制使镍矿和其他的大宗商品控制很难从中共的控制中分离出来。镍产量最大的巴西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多·里贝罗他就表示，没有办法离开中国这个主要市场。为什么呢？因为宝钢、中信金属、鞍钢、首钢还有太原钢铁这5家中共国企已经在2011年收购了这家公司的15%的股份。当然，这笔交易曾经被博索纳罗强烈批评。博索纳罗在竞选期间就多次指责中共是具有掠夺性的。他说，中共不是在巴西购买东西，他们是要收购巴西。巴西呢不是“一带一路”的参与国，但2015年左翼劳工党和中共签署了一份巨额协议，这是一份22亿美元、长达2500公里的输电线路投资合同。这份合同名誉上虽然不是“一带一路”的协议，但实质上和“一带一路”的协议作用是相同的。另外，中美贸易战后，巴西向中共出售了大量的大豆，这就缓解了中共打贸易战造成国内大豆紧缺的状况。巴西的做法等于是帮着中共和美国打贸易战。博索纳罗呢，当初是凭着“巴西高于一切，上帝高于所有”这样的竞选口号赢得了大量选民。他当时表示，当选后要远离中共，拉近与美国的关系。他还是第1位访问台湾的巴西总统候选人。当选上任之后，只有1年的时间，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就开始了。博索纳罗一直都不赞同锁国戒严，他说呢，不愿意经济因为疫情而停摆，所以他倡导复工，但是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在政治上有亲共的左翼联盟反对。除此之外呢，博索纳罗还要接受有着军方背景的巴西副总统汉密尔顿·莫里奥以及政治家奥古斯托·赫洛诺的挑战。据澳洲民族台 SBS 报道，去年副总统莫里奥他就宣布说，巴西正在建设的5G 网络不会封禁华为，同时他还强调不会与中共降级关系，巴西应该选择灵活和务实的立场。除了这些人之外，巴西的多位州长也反对博索纳罗。圣保罗州州长若昂多里亚，他就是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多里亚也是富有的商人。去年8月呢，他访问中国之后说，中国之行富有显著成果，圣保罗州有义务和责任在各层级上继续保持与中国良好的伙伴关系。但是4月6号，由中共举办的上海圣保罗抗击新冠肺炎经验交流视频会之后，圣保罗的疫情就开始持续窜升。原本医疗资源就匮乏的医院，有3000多名员工被隔离了，确诊是700多人。4月底，圣保罗确诊的病例数据已经占据了全国的1/3，死亡超过了全国的40%。23号呢，有媒体报道，通过空拍看到，当地公墓已经挖掘了数不清的墓穴，工人仍然持续在动工，家属们只能在墓地
哀悼几分钟，然后就有人来催促他们离开，接着另一批家属带着遗体进入墓园。里约热内卢的州长威尔逊·维泽尔是多里亚的政治盟友，他也拒绝听从总统的命令，他声称绝不放弃社交距离措施，并且暗示应该将总统博索纳罗送上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接受审判。可是4月14号下午，维泽尔在推特上就表示自己感染了中共病毒，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是封闭最严的2个州，但是却是巴西疫情最严重的，那就的确令人怀疑了，封闭严格与疫情轻重真的有直接关系吗？说到这儿呢，我们插一个内容。美国纽约州长库莫5月6号曾经表示，当时66%新住院的患者都是在家，也没有频繁外出的情况下感染的。他说这很令人吃惊。库莫的这个说法似乎也在佐证着博索纳罗的观点。我们继续来说巴西。病毒攻入到巴西之后，现任的参议员博索纳罗之子爱德华多在社交媒体上直接称呼是中共病毒。中共对此是恼羞成怒，驻巴西大使杨万明就公开指责谩骂爱德华多和博索纳罗的家庭。中共的各大媒体也是齐声跟进，实施舆论压力。杨万明说，巴西总统父子访问美国后感染了精神病毒，还转发推文说博索纳罗家族是这个国家的剧毒等等。中共大使在巴西能够这么张狂，这正是中共在巴西深耕多年的结果。这种战狼式的谩骂让巴西人错愕，甚至惊呼真的就没见过这种外国公使如此辱骂我们的首脑议员，这是对巴西的宣战。就在中共战狼开骂之后，巴西的政界也跟着中共的骂声对爱德华多进行了批评。据巴西的大都市网站报道，因为弹劾下台的前巴西总统迪尔马罗塞夫，他批评爱德华多是不公平、荒谬和屈从于沮丧的驻美大使候选人。巴西的众议长罗德里戈·马亚也为爱德华多的轻率言论向中共道歉。参议院议长奥尔科伦布勒不仅因为爱德华多的推文向中共道歉，还称赞中共抗议是起到了样板作用。不幸的是，奥尔科伦布勒本人在本月18号也已经被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我们通过以上这些事例就可以看出，巴西总统可能是反共的，但是其他的政界呢，都很亲共。这样的局面正是巴西疫情严重的原因。我们再来看澳洲的情况。2017年6月，菲尔法克斯媒体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经过了5个月的联合调查之后，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权力与影响：中国共产党如何渗透澳大利亚》。片中披露了中共在澳洲的渗透和控制。中共在澳洲的活动这么猖獗，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6个月后，澳洲工党议员邓森辞去了联邦参议员的职务，原因是他收了中共红色商人的钱，然后为中共说话，这个事儿被曝光了。他就南海问题的言论呢，是有利于中共的，但是与他所在的政党乃至整个澳洲政府的立场都是相左的。这样的言论，可见中共的渗透已经进入到了澳洲的联邦议会。2016年9月，澳洲媒体 SBS 发文披露一个中国富商在澳洲的政治捐献，直接影响澳洲对华商贸政策。另外，中共媒体还与澳洲的媒体签订了协定，同意分销中共媒体的内容。2015年，澳洲把防卫来自北方攻击的重要的军事要塞达尔文港租给了与中共军队有着联系的中国公司，租期是99年。有这么个事儿，2017年，澳洲学者汉密尔顿完成了《沉默的入侵：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一书的初稿，但是呢，他找出版商，一连3家澳洲的出版商都拒绝出版，原因都是一样，怕得罪中共。最后第3家出版商经过重新考虑之后，这部书才得以面世。中共渗透操控澳洲，主要目的就是削弱美澳联盟，也是中共拓展海外软实力的重要一步。这个呢是可以追溯到2005年的。当时呢，中共副外长周文重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向中使馆的高级官员传达了新战略。前中共驻悉尼外交官陈永林在大纪元撰文，周文重当时表示，将澳大利亚纳入其大周边地区第一个目标是确保澳大利亚成为中共未来2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可靠和稳定的资源供应基地，
长期的目标就是撬开美欧联盟。汉密尔顿书中也表示，中共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澳大利亚在军事、人权等方面做出让步。北京希望把澳大利亚变成第二个法国，一个敢于对美国说不的西方国家。去年11月，中共间谍王立强向澳洲投诚，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中共间谍在港台和澳大利亚渗透的内幕。这个事件离我们不远，大家可以去查阅。汉密尔顿经过多年详细的调查之后，在他的著作当中表示，澳大利亚的机构从学校到媒体，从采矿、农业和旅游业到港口和电网等战略资产，从地方议会到州政府，再到堪培拉的政党，正在被中共监管的一个复杂的控制体系所渗透和改造。澳大利亚新州首席卫生官查安特博士3月12号曾经预计，按照当时的爆发趋势，仅在新州就会有150万人感染中共病毒。那按照这个数据模型，他估计在全澳洲将会有340万人要感染。4月29号，墨尔本大学教授卡普尔用加拿大和澳洲的疫情做对比，他说，一开始两国的确诊病例都不到10人，但在3月下旬，情况发生了变化。1个月前，加拿大和澳洲的确诊病例都在4000左右，现如今，加拿大的确诊病例超过4.5万，我们只有6000。传染病学家沙朗莱文教授他表示，莫里森政府及时颁布对华旅行禁令是避免大量澳人死亡的关键。不过呢，时事评论员凌晓辉指出，专家们的结论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实质是澳洲政府和媒体揭露中共渗透与祸害澳洲，使广大的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阻止中共在澳洲的恶行。特别是澳洲政府坚持主张和呼吁全球调查病毒来源，这才是抗疫成功的关键。我们看到，先是澳洲外长佩恩4月19号呼吁国际调查病毒来源，敦促北京配合。然后4月21号，澳洲总理莫里森就公开表示，国际独立调查中共病毒祸延全球的真相，对国际公共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呢，这可以达到2个目的，一个是更好地了解大流行的起源和蔓延，二一个就是迫使世卫组织进行变革。随后，莫里森又和美国总统川普、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通了电话，推动国际调查。随后，澳洲贸易、旅游及投资部长伯明翰、卫生部长亨特、内务部长达顿、财务部长弗莱登伯格等等这些现任的官员，还有反对党外交事务发言人黄佩尼、澳大利亚工党领袖、联邦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以及2位澳洲前外长唐纳和毕晓普，以及自由党联邦参议员康塞塔、费拉万蒂、威尔斯等等，都公开发声，支持政府要求调查的这个呼吁。上至总理内阁，下至普通民众，澳洲的朝野对中共的态度都非常明显，就是拒绝中共。就在澳洲朝野群起反攻之后，莫里森的人气激增了。BBC 指出，莫里森的民意支持率一直稳居在66%。更主要的是，澳洲的反攻为抗疫带来了转机，澳洲的疫情出现了明显的拐点。仅仅1个多月的时间，澳大利亚的疫情明显回落，上了世界最佳抗疫国家排行榜。截至5月中旬，在医院护理病房躺着的还不到10个人。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认为，在澳洲井喷式的喷发过程当中，澳洲的知识界、新闻界、各级政府官员都进行了全面的反思。这个疫情为什么在全世界爆发，尤其是为什么要来到澳洲？最终他们都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共在撒谎。凌晓辉也指出，祸莫大于无信。中共的谎言已经切实祸害和侵蚀到了澳大利亚，他们毫不避讳地在媒体中报道出来，让澳洲人迅速的觉醒。应该说，这是一个全民的觉醒。当然了，澳洲也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维州。整个澳洲的疫情都在回落，只有维州在不降反增。墨尔本雪松肉屠宰加工厂的病例数还在增加，究其原因呢，还是和中共走得太近的缘故。据《时代报》报道，这个屠宰加工厂的微信页面上自己发布了一个消息，他和中国的客户关系密切，而且与中国的财团进行了一笔交易。什么交易呢？他是宁可亏本，也为中共提供35吨羊肉。还有一点，
维州州长安多鲁斯去年10月访华，与中共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框架协议。安德鲁斯访华前就说，希望维州成为中共通往澳洲的门户。维州反对党领袖奥布莱恩今天表示，如果他在下一次州选举当中当选州长，将要废除现州政府与中共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通过以上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巴西和澳大利亚都被中共渗透的控制得很厉害，但是因为反攻的态度不一样，就造成了两国间疫情的巨大差异。中国有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正一反的例子很清晰地告诉人们，病毒有眼睛，亲共疫情中。林晓辉指出，把病毒称为中共病毒具有2层含义。一方面呢，这是说明了病毒的来源；更重要的是，这是明确地告诉人类，中共是危害和毁灭人类的真正病毒。远离中共就是在远离中共病毒，与中共脱钩就是在与中共病毒切割。那么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一个人呢？大纪元特稿指出，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清理中共及其因素。对于所有的国家组织和个人而言，其对中共的态度与疫情轻重呈现正比。说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下面把目光转向国内。吉林、黑龙江等地的中共病毒疫情又回来了。大纪元获得了一份吉林省内部的防疫文件，泄露了中共的公安大数据的恐怖。这是一份5月22号吉林市人员排查表，上面显示呢有2048人可能感染了病毒，要求对这些人的这个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查。其中1006人是被监控筛查出来的，通过公安大数据的渠道推送到防疫排查系统当中。就是说，几乎一半的密切接触者都是被公安大数据监控出来的。这份排查表还显示，许多被公安大数据推送的密切接触者并不是吉林市的居民，而是外省的居民。其中有一栏显示是省外协查，就是要转到其他的地方来配合协查。这种现象说明，公安推送的密切接触者名单并不是来自吉林市或吉林省这么一个地方地区，是源自全国各地的信息。而防疫文件中显示吉林延边的排查数据那就更惊人了，要求排查的人数高达4167人。就是说，延边可能已经有大量的人群接触了这个感染的患者。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这些被排查的人员当中，近80%，足足3255人是由中共的公安大数据监控并筛选出来的。那这个情况其实无意中证实了一点，中共公安系统的监控信息已经互联互通了，全国联网了。中共通过公安大数据掌控中国民众的人生，已经从人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昨天呢，川普发出了讨共檄文，隶属了中共的5大罪状，其中一部分就是要暂停某些中国人入境美国。随后，白宫还发布了一份公告，要从6月1号开始暂停某些中国学生与研究人员入境美国。公告说，中共当局利用一些中国学生，主要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作为非传统的知识产权信息搜集者。因此，来自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本科学历以上，与中共军方有联系或与军方有联系的人员，极有可能被中共当局胁迫或指派，需要引起特别关注。公告还说，鉴于上述的情况，总统川普相信，允许某些通过 F 或 G 签证进入美国学习或在美国从事研究的中国公民入境，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白宫的这个通告之后，中共驻美大使馆随即就发出了一则通知，将在6月4号下午安排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美国这个举动究竟有多大的威力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中共马上有了跟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北京当局很可能是没睡觉，一直就在关注着川普的讲话。昨天一早的这个川普的推文，川普就把人们的胃口吊得足足的。中共官员都担心，美国的制裁会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呢？总之就是提心吊胆，魂不守舍。那现在，美国的制裁来了，中共的官员们对号入座吧。不仅是美国在回击中共，英国在谴责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也拿出了新的回应。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前天表示，在中共通过香港国安法后，英国将要废除6个月的期限限制，允许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
来到英国，可以让他们申请工作或者学习，期限延长到12个月，为将来申请英国公民身份提供一条途径。英国内政部昨天又进一步澄清了，英国扩大签证权利的承诺也会适用于目前在香港具有任何有资格申请英国海外护照的人。金融时报认为，英国政府的这个举动意味着首相约翰逊要对北京采取强硬的立场。据估计呢，英国这个举动将会使大约290万人符合申请资格。牛津大学中国问题中心主任拉纳米特他表示，如果大量与商业界有联系的财富创造者决定接受签证，并且成为英国公民，那么英国的扩大签证权利以及提供潜在获得公民途径的举动，将让中共政府特别担心。米特说，这对中共政府来说确实是个问题，这将使国际社会对香港缺乏信心的一个标志，损害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地位。我们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其他西方国家要跟进制裁。即使就现在目前的美英两国的这个动作，可能已经让北京的头很大了。中国有句话，好言相劝你不听，动手打你就不轻。面对国际社会的制裁，北京还睡得着觉吗？对了，还有一个消息，有香港市民又发起了新的活动，呼吁人们在明天上午10点在新界西和九龙东参加初心行动，之重燃战火。自由的信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了香港人的心中，体会过自由，知道自由是什么的香港人，会轻易地被压下去吗？那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完整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